上一份工作被裁，这一份我拼了命也要做出个样子来。再干一半，再干一半我就……原来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会把命搭进去啊！这是我刚被裁那会儿的出租屋。我重生了，回到了被第一份工作辞退，还没找下家的那段空档期。老天给我重来一次，这条老路，不想再走第二遍了。亏损达标就能拿奖励结算？没错，看你这一脸菜色，估计连500块都亏不利索吧？谁在说话？破产系统阿破，往后你这条败家路，我全程陪跑，顺便补刀。亏钱就能拿奖励结算，我前世为了赚钱，为了证明自己，把命都搭进去了。这辈子让我反着来，亏钱，这哪是任务，这是天上掉馅饼。江先生，这景行机械账上就剩82万，还背着钱老板留下的外债，您可想清楚了啊！想清楚了，要的就是他快倒了。别人重生是白手起家闷声发财，我重生是来正大光明把家败光的。这亏损目标，我闭着眼都能给他完成。就你现在这副小人得志的表情，我赌你待会儿哭都来不及。你不懂，我前世累死累活讨好别人，这辈子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为破产而努力了。江总不好啊！来了，催债的吧？债越多越好。江老板，钱今天得有个说法。冷静，人是赚了点儿，可债是好事啊！我刚还盼着债越多越好呢，机会这不就上门了？各位，欠多少报数，一次结清。啥？连本带利，今天全清，痛快不痛快？哟，出手挺阔绰，亏损进度才4%，没事，慢慢来。亏损目标的路，这才刚迈第一步呢。江老板大气，谢谢江总。员工的欠薪欠了几个月？3个月了，全补上，1分不少，今天就发。暂抬童子本子了，属于是。工资发出去就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流，员工拿了钱，说不定还直接不干了，厂子塌得更快，完美闭环。3个月了，老板真把钱补齐了。厂子是真不行了，这是要散伙，提前发遣散费了。哎，你们这是干嘛去？老板，您仁义，我们不耽误您关厂了。我没让你们走啊！我发工资是让你们好好上班的。翻车了吧？你一门心思想散财，人家一口咬定你在散伙。干了15年，欠薪的老板我见多了，可主动把钱1分不少全补上的，你是头一个。江老板，
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想干什么？光发欠薪不够，钱流得太慢，得来个大的，涨薪、福利，把成本往死里拉满。各位听好了，从今天起，全员涨薪30%，双休，取消一切强制加班，涨30%。双休？咱们这破厂还能有双休？你这是嫌钱烧得不够旺，亲自拎着油桶往火上浇啊82万，撑不了几个月喽。这下破产稳了。姜老板，工人没读过多少书，就认一个理儿，口说无凭，涨薪、双休、不加班。您要是当真，就写下来，盖个章。行啊，这有什么不敢写的？签的越死，将来赔的越多。我图的就是这个。15年了，头一回遇上老板求着给我们涨钱。你说，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儿？我看呐，这是回光返照，厂子怕是真到头了。老板良心发现，临走前多给咱点念想罢了。强奸梅，你越大方，人家越觉得你要完蛋，歪打正着，绝了！随他们怎么想去，钱花出去了，这才是硬道理。涨薪30%，双休，补全欠薪。江景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江总，我把账翻来覆去算了3遍，照您这个烧法，涨薪补薪，双休减产，撑死2个月，公司账上就得见底。2个月就见底，这位是财神下凡还是天使报喜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知道，您知道还……钱不是问题，我相信员工的潜力。我相信员工的潜力，就这编都懒得给你编个新的。相信员工的潜力，您的意思是，您算的根本不是成本，是人效？他说啥呢？我就是随口胡诌一句啊。你能想到这一层，不错。一般老板砍成本是裁人、压薪、低加班，您偏反着来，用高薪和双休换士气、换效率，赌的是人均产出的提升。天哪！如果这个模型成立，那这压根不是烧钱，是降本增效。停，别算了，你越算我越慌啊，大姐。恭喜啊，你那句敷衍的屁话，刚刚被人当成了经营哲学，还自行脑补出了完整论文。江总，对不起，我之前一直以为您是来败家的。我就是……没事儿，误会嘛。我会用数据把您这步棋验证出来。如果您是对的，这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模型。完了，我以为请来的是财神，结果是史上最强亏钱阻碍。唉，江景行，我倒要算算，你这步棋到底能妙到哪儿去？
太好了，钱照发，活不干，这亏损不就哗哗的往上涨了吗？你是我见过头一个看见员工集体摸泥还能乐出花来的老板。哎，你说这厂还能撑几天？涨薪、补薪、双休全砸下来了，太反常。我妈说，越是这样，越是要黄。黄就黄呗，趁现在工资高，能摸一天是一天，攒点钱好骑驴找马。听见没？听见没？军心已散，这趟破产专列，发车喽！全员效率下滑，亏损进度加6%。漂亮，照这个速度，亏损目标指日可待。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老周、老李、二勇，手里的活做完，仓库我有话说。赵叔，啥事还得专门躲仓库去说？大事。老赵这是搞什么名堂？神神秘秘的。管他呢，员工越闹腾越人心涣散，厂子塌得越快，对我来说全是好事儿。赵叔，神神秘秘把我们叫进来，到底啥事儿？我先问你们一句，咱厂这20年，欠过几回薪？记不清了，最长那回硬生生拖了小半年。那这回呢？新老板二话不说，欠薪1分不少全补清，还涨薪30%给双休，白纸黑字盖了红章的。赵叔，外头都传遍了，这是回光返照，厂子要黄。黄不黄我不知道，可我赵建国干了15年车间，就认一个死理儿。人家把咱当人看，咱就得把活当回事儿。甭管这老板心里揣着什么算盘，工资我们既然拿了，就得对得起这份钱。赵叔，这话在理。外头那摸鱼的后生是没尝过没饭吃、被欠薪的滋味，咱这几把老骨头带个头，机器给我转起来，活儿给我干漂亮喽！干！赵叔，听你的。都把手机给我收起来，开工！江总，这是过去30天的车间产量统计，跟上个月一比，您快瞧瞧。哦，比上月又跌了多少？跌得好，跌得好。这箭头怎么是往上的？交付率100，老客户还主动续约。是啊，江总，老师傅们这阵子跟打了鸡血似的，加班加点都不要加班费，说是自愿的。客户那边乐开了花，夸咱厂靠谱。我给你们涨薪是为了亏钱的祖宗啊！你们怎么还自愿加班？这剧本串台了吧？减2%，这进度还能往回退？哦，对，忘了跟你说，这条规则进度条是双向的，你越是处心积虑想亏，它越容易往回倒。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破系统是专门来玩我的吧？严格来说，是你自己在玩你自己。停一下，都先停一下，我问你们。
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加班费我1分都没批，你们图个啥？姜老板，您给的工资对得起我们，我们多干这点活，应该的。就是，老板您放100个心，咱这厂啊死不了。我要的就是他死啊！不行，常规操作根本推不动，这帮人太能干了，简直是反向印钞机。得想个狠的，从根子上把钱给他烧光。我已经开始期待你下一场翻车现场了。烧钱，要烧就烧个大的。我决定了，斥资20万，把员工食堂给我推倒重建，请星级大厨，免费3餐，海鲜水果，敞开了造。江总，20万，这笔钱全砸在福利上，回报周期根本没法测算。财务模型里它就是个纯支出，要的就是这个测不出回报，纯亏，亏得明明白白。小薇啊，员工吃得好，才有力气给公司创造价值。这笔钱叫投资，投资人心。投资人心？你这张嘴，我真怕他哪天把你自己骗成马云。我的个老天爷，这是食堂？这分明是5星大酒店吧？必须拍下来，发个朋友圈，馋死他们。这画面太治愈了，我得连夜剪个视频。江总这格局，这手柄背后绝对有深意。这就火了。我建议你先去窗边看看。窗外能有啥稀奇？应聘的朋友排好队，往这边登记。我花20万，给自己招来了一整条街的人才。江总，您看这些来应聘的，好几个是大厂出来的技术骨干，还有2个10几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这种人才，平时我们开高薪都挖不动，今天居然主动排队上门。别招，招这么多高薪的人，工资就是个无底洞。等等，无底洞？对呀，亏损这不就有救了吗？好苗子，难得，都留下。你确定？我赌他们把工资吃干抹净，光拿钱不办事，把厂子活活拖垮。3号机位注意，下一批物料10分钟到位。江总，人是多了，可产能一上来，分摊到每件产品上的成本反而更低了，这叫规模效应啊！您早算到这一步了吧？算到了，都算到了。我算个屁呀！我招人是来烧钱的，怎么越招成本越省？5%又是负的。你品品别人想赚钱赚不到，你想赔钱亏不掉，我管你叫一声反向天才，不过分吧？你也给我闭嘴！好的反向天才。周总，
这个井型机械最近风头是真的猛，连咱们2个老客户都被他抢走了订单。您看要不要采取点措施？一个濒临破产的小作坊，靠几顿饭炒了点不值钱的流量。跳梁小丑罢了，掀不起什么浪。江总，阅读快报出来了，您绝对想不到，亏了多少？快说快说，是不是终于亏穿了？公司扭亏为盈了，这个月净利润38万。多少？净赚38万。江总，您这一套打法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逆风翻盘。我堂堂正正重生一回，就想安安静静亏他个亏损目标，结果呢，1个月倒赚了38万，我这个废物当的也太失败了。江总，您别太累了，第1个月就能扭亏为盈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我之前小看了你，对不起。你不懂。放心，系统也想替你哭一回。这叫哪门子天赋？这分明是诅咒吧！严格的讲，是你这人天生太适合当老板了，这病没得治。我不要当什么老板，我只想躺平啊，就这么难吗？姐，江总，大伙儿一合计，今天是咱厂起死回生的大日子，说什么也得给您庆祝庆祝。江老板，跟着你干，心里踏实，有奔头。江总生日纪念日快乐！完了，这下是真的骑虎难下了。哈哈哈。常规福利亏不动，那就从订单上动刀，专挑那种又急又压价又难伺候的活，干一单赔一单，完美闭环。口碑垫底，付款拖拉，要求还贼苛刻，就你了，宝贝儿。我提醒你一句，这家在圈里是出了名的供应商粉碎机，你确定要凑上去？确定。我要的就是被他粉碎，碎得越彻底越好。对，就这个价，你放心，我这边绝对没问题。报价低于成本，工期短到离谱，这单板上钉钉的亏，这回啊，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江总，宏达那个单子您报的价连料钱都不够，工期又压成这样，做一单我们至少倒贴10几万。我知道。您知道还要接？小薇啊，有些单子亏的是钱，赚的是别的东西，赚的就是亏损进度啊，我的姑奶奶。亏钱赚别的，我懂了。您是说战略性亏损，用一个标杆项目撬开宏达背后那一整条渠道？我没有，我不是，求你别脑补了。你能悟到这一层，孺子可教。你这张嘴，迟早替你把那亏损目标一分不少的赚回来。江总既然敢接，就一定算过一条我没看见的活路。成本卡得这么死，唯一的解就是把效率和良品率再往死里榨出一截。赵叔，明天能不能把几位老师傅约到一块儿？有一场硬仗，我想跟你们好好捋一捋排产。
这一单是姜老板的脸面，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准时交付，良品率比合同标准还高了20%，这怎么可能？你们这种小厂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老板说了，亏钱的单子也得给他干出个样来。江总，实不相瞒，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子，没有一个能把这么个急单做出这种质量。这样，我们旗下5个项目的长期供货，3年长约，全部给你们，价格好商量，预付款今天就给你打过去。我倒贴10几万接的烂单，怎么倒换回来一个3年长约？这世界怕不是疯了？江总，成了，您赌赢了，您果然算到了这一步。是啊，赢了，我输的要多惨有多惨。负8%，我接个铁定要亏的单，进度反而倒推最多的一次，老天爷你玩我呢！我给你提个醒啊，你越是处心积虑想亏，团队就越往死里给你赚。要不你换个活法，试试真心实意的想赚钱，说不定啪就亏了。这思路有点东西啊。不对，万一我想赚，结果他还真就赚了呢，这险我赌不起啊。瞧瞧，自己把自己绕进死胡同里了吧？等等，我的进度条怎么是个负数？恭喜，从你接那单开始，它就跌破0了。换句话说，你现在离亏掉亏损目标，比你刚重生那天还要远。所以我这1个多月是在倒着发财。用词精准，给你点个赞。找到了，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我自己亏不动，那就重金请个高手来帮我亏。确定？真金白银花钱请人来搞垮自己的公司，亏损目标的大业岂能儿戏？江总，久仰久仰，能把我郑大鹏请动的全市可没几家。郑顾问，50万咨询费，我要的效果只有一个，把我这公司的成本给我往死里较高，怎么烧钱怎么来。我懂，激进扩张，抢占市场，烧钱换规模嘛。江总有魄力，这才是干大事的格局。不是，算了，懒得解释，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只要能把钱给我花光就成。江总，您就把心放肚子里，交给我，3个月之内必让您看到效果。3个月败光亏损目标，好，可以，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不过呢，我郑大鹏做事向来谋定而后动，先得把公司的家底摸个透。烦请把近1年的财务、生产、客户资料都给我备份。江总，这人真靠谱吗？网上都说他专搞垮公司。我要的就是他这点本事。人才嘛，总归是有点争议的。这公司健康的不像话，我到底要从哪儿下手才能把它搞垮？江总，我研究了3天3夜，来了，高手憋了3天的破产大招。我得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您这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搞垮的切入点。啥？财务太健康，砍哪儿都伤不到筋骨；员工太团结，连个内斗的缝都挑不开；产品口碑太好，网上泼脏水都没人信；客户粘性太高，撬都撬不动。江总，我郑大鹏干这行10几年，搞垮过资金链断裂的、内部腐败的、产品翻车的。可像您这种
从里到外都健康的发光的公司，我是头一回见，实在无从下手。这50万我退给你，我郑大鹏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退款？连专业的企业终结者都搞不垮，我这公司是修炼成精了吗？不，钱你拿着，继续想办法。江总，您是没听明白吧？我是说搞不垮。那就继续研究，直到想出办法为止。我相信你的专业。您是发自真心想让我把您自己的公司搞垮？废话，我做梦都想。郑顾问，有些追求外人是不懂的。我作为一个系统也不懂。干了大半辈子，专帮人搞垮公司，头一回遇上一个求着我搞垮他自己公司的老板。这老板图的到底是啥？这背后得是怎样深不可测的一盘大棋？我郑大鹏今天就不信了，我还攻不下你这一座完美堡垒。一个小作坊，2个月不到，从我手里抢走2个客户，光靠几顿饭炒流量，做不到这种程度。周总，那我们要不要也搞点福利，对冲一下他的声势？来不及，也太背了。先给他降降温，放点风声出去，就说他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周总，这会不会……点到为止，别留把柄。我不要把他弄死，我只要他的热度掉下来。放他娘的屁！咱们的活是什么成色，自己心里没数。这是有人诚心使坏。赵叔，那咋办啊？这种事儿越描越黑。描什么描？咱把这车间从头到尾原原本本亮给全国人看。让谣言再飞一会儿，订单一跌，我不就亏了吗？你忍心看老赵他们被人这么白白泼脏水？行吧，你们看着办。江老板，您就起好吧。我怎么有种预感，我这亏钱大业又要黄了。这是我们的料，这是检测报告，这是每一道工序。哪儿造假了，您当面指出来，我赵建国当场辞职。我就知道肉双若琢赚。周总，对方约在会客室，我倒要会一会这个江景行到底是什么路数。江总年纪轻轻，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不知道对未来有没有兴趣跟我聊聊合作？合作？周瑶可是大集团的人，要是能让他把我这小破厂一口吞了，或者拉我去砸个稳赔不赚的大项目，那我这亏损目标不就有着落了？这思路可行，大大的可行。当然，如果不识抬举，市场是很残酷的。对，残酷好，最好再残酷一点。你说什么？我可以让你的原料成本一夜之间翻倍。真的？那可太好了。好，这种事你说好？周总，他人生头一回发现自己的威胁居然不好使了。
你这个人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坏了，演过了，把人吓着了。他现在八成在想，我是不是脑子有坑？可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满脑子琢磨的是怎么把场子亏光吧。周总，有些人下棋看的不是眼前这一步。怪人。宿主啊，我怎么闻到一丝不太属于破产的味道？少贫嘴，快帮我算算，怎么把这场子送出去最快？周总，江景行的底我们摸清了，来历简单的有点过分。说，前一家公司的普通员工干了没2年被辞退，之后一段时间没工作，突然就盘下了景行机械那家烂厂，没背景、没资源、没任何商业履历，干干净净一张白纸。一个被辞退的普通员工，没钱没人脉，盘下一家濒死的厂。不到3个月扭亏为盈，抢我客户，还次次化险为夷。会不会就是运气好？运气，连续3个月的运气，那不叫运气，叫本事。越是查不出背景的人，越危险。一张白纸背后，要么是真蠢，要么是深到我看不见底。越简单越有问题，盯紧他，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又赚了，图书馆还没开工，这个月怎么又是正的？人家大集团的女总裁正废寝忘食的研究你呢。研究我干嘛？研究我怎么还没破产吗？要不他来帮我窥窥看。这误会，我看一时半会是解不开了。这回又是什么？我决定了，厂区东头那块空地，给我建一座员工图书馆兼休息室，进口沙发、咖啡机几千册书全配齐，预算30万。高，江总这个方向对喽，纯支出零产出，烧钱快，回报遥遥无期，这才是大手笔。总算有个懂我的了，30万砸下去，这下稳了。一个想败家的老板，配一个帮着败家的顾问，我提前为你们俩默哀。他不反对，坏了，他不反对，是不是又琢磨出什么妙处了？小薇，这笔钱你不算算回报？算过了，短期纯支出，但员工归属感、招聘吸引力、品牌形象的隐性回报没法用30万衡量。江总，您又在投资那些算不出来的东西，对吧？我没有，我就是想把30万花掉啊！干了一辈子车间，头回见厂里给工人建这个。这哪是工厂啊，这是打工人天堂。江总这格局，我必须让全网都看见。不会吧，又火了？不接受采访，真的不接受。我们就是个小厂，没什么好拍的。您忙，您忙。
出名了好啊，出名个屁！我要的是低调倒闭，不是高调封神。越是藏着掖着，人家越觉得你有故事，你这叫欲盖弥彰。家人们，江总来了，江总来了！别拍，别拍，我不上镜，真的。我摆手是真的不想拍，怎么就成低调内敛实干家了？宿主的慌乱已成功转化为品牌资产。我的慌乱成品牌资产了？可不是嘛！你越狼狈，观众越觉得你真诚。建议你以后多慌一点，亏损负10%指日可待。阿破，谢谢你啊！你到底是真神还是真傻？周总，您事先没约，这样贸然登门合适吗？打过招呼，他就有时间准备一张脸给我看。我要看的是没准备的那个。哈哈哈，江老板，你个文化人，搬货还没我家小子利索，搁一边歇着去。少说你少看不起人。等等，亲自搬货累成这样，这算不算给公司省了搬运费？省钱就是不亏。不行，得让阿破扣我点进度。这就是那个让我寝食难安的对手。周总，要进去吗？不了，看到了。谁啊？参观的？算了，不管了。搬货到底算不算亏，这是问题。张总，整整1个月，我郑大鹏闭关1个月，终于给你找到突破口了。来了。败家高手憋了1个月的大招，正面搞不垮，因为您家底太干净。那咱们就反着来。下个月行业展会，全市同行都到场，媒体云集，咱们当众翻车。现场演示故意搞砸，产品当众出故障，发言人语无伦次 ，PPT 放一半黑屏，一套连招下来，网红良心工厂的人设当场崩塌，口碑一夜归零，订单哗哗退。这形象一毁，公司元气大伤，您要的效果立竿见影。就这个。郑顾问，我没看错你，这才叫专业。江总信我，咱这一把必成。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俩人又要联手给公司立个大功了。阿破，你别乌鸦嘴，这次必成。又是战略性自毁。江总这步棋表面是砸场子，实际是想在全行业面前赌一把更大的。
江总既然要在这种场合出手，那这台戏就得唱得够大够稳。展会流程应急预案，我来替您兜底。赵叔，下个月那场行业展会，咱们得好好准备一下。展会当天，咱们的展品全用次品，演示环节让他当场卡壳、冒烟、黑屏，一气呵成。妙啊！次品翻车，口碑崩盘，订单全退，这把不亏个底朝天才怪。发言稿我也改了，专挑磕巴的地方念，保证让全行业看一场大型社死现场。就这么定了，务必搞砸。我提醒一句，你俩这绝密计划门缝可不严实。怕什么？传出去才好。最好全场都知道老板要砸场子，谁也别拦着我亏。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你早晚会懂的。懂什么懂？少打岔。小薇啊，展品那边江总不是另有安排吗？你备这么多赠品干啥？以防万一。以防万一。万一展品出了什么意外，总得有东西能顶上。这丫头心里有数。次品到位，发言稿到位，明天就是我破产大业的高光时刻。江总，真巧，也是来参展的。哦，是他。等等，大集团也来这展会，他该不会是来抢我风头，顺便帮我把口碑也踩下去的吧？那感情好啊。周总，瞧，明天还请多关照。关照，江总的场可不像需要别人关照的样子。这女人每次说话都话里有话。算了，明天的翻车大戏要去。天助我也！还没等我搞，他自己先翻车了，完美！江总，这意外来的比剧本还妙啊！灯灭了不要紧，产品好不好，不用靠屏幕吹，眼见为实。这款铰链的精度控制在微米级，承重和耐用性都是行业领先水平。断电了还能现场硬演示，这才是真本事，不靠花架子。这家厂技术是真的有，又成了。我的次品呢？我的翻车呢？你这场运气好的反常。周总，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努力，在想方设法搞砸他。江总真会说笑。他刚才是不是笑了？还挺好看。不对不对，我现在满脑子应该是亏钱。哼，他笑不笑关我什么事？哦，心率有点不对劲啊，宿主。阿破，你那破系统什么时候多了个测心率的功能？从你盯着人家背影发呆那一秒开始。江总，这么巧，看来这一桌咱俩最有得聊。怎么又是他？这位置是谁安排的？该不会想撮合我们合作吧？江总的厂扩张的这么快，资金链不吃紧。机会来了，求他断我现金流。吃紧吃紧，特别紧。周总要是有一身把手，算了，您不会帮的。江总倒是坦诚。
哎呀，周总和江总这是英雄惜英雄啊！我看你们俩迟早得联手干票大的。英雄惜英雄，我看着像两个心怀鬼胎的人凑一桌。有机会正式谈谈。正式谈谈，谈合作，谈着谈着把我谈破产就好了。好，有机会。有机会正式谈谈。这辈子倒是头一回，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想这些干嘛？我的任务是破产。总监，这么晚了还没走啊？给您换杯热的。谢了，放那儿吧。总监，我一直憋着个问题，咱俩到江总手下前后也就差不多时候，满打满算才几个月，可您说江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真没看懂。看不懂的决策，算不出的回报，一次次反常的操作。这个人，我跟了3个月，还是看不透，说不清楚。但跟他做事不会觉得白费。说不清楚，就不去说清楚吧。这种项目，头一个死一个，太完美了。郑顾问，帮我研究一下这个项目。绝命代码，这名字就透着铺盖味儿。对，就是这个味儿。江总，您眼光太毒了，这剧组烂得彻底。导演上一部戏，演员演戏全靠喊，后期特效5毛都嫌多，投资人撤资2次，资金链早就断了。现在众筹目标50万，3个月了才筹到3000块。破产系统，我来了。那如果投50万进去呢？50万，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剧组连怎么把钱烧完都不知道，更别说拍出能看的东西了。就他了。江总，我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有格局的老板。哪里，就是想支持一下文化产业。这种必亏的项目，打着灯笼都难找。稳了，这回终于要亏了。喂，您好，我是景行机械的江景行。你们那个绝命代码，我想投50万。 3个月了，3000块，连个群演的盒饭都不够。喂，什么？50万？您说真的？不是骗我吧？合同细节你们拟，我这边法务过一遍就打款，只有一个要求，项目继续推进，别停。江总，我代表全剧组谢谢您。您放心，这笔钱我们一定用在刀刃上。张导，真的有人投了50万，3个月了，终于有人愿意信我们了。小王，通知所有人，今晚全组开会。这部剧我一定要拍成精品，不能对不起投资人。可是张导，咱们预算还是不够，不够就省着花。我自己不拿导演费，演员片酬也往后拖，先把戏拍出来。3年了，拍了3部烂片，被骂了3年。这一次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成了，50万打水漂。江总，您真是败家界的楷模，这种烂剧组，钱一到账，保证消失的无影无踪。阿破，看见没有？我这次是真的在努力亏钱。宿主本系统检测到，您刚赞助了一个导演张德发，从业10年，作品平均评分2.8，被业内戏称为烂片收割机。怎么样？这次总该亏了吧？系统正在计算，预计亏损概率94.7%。完美。 50万没了，亏损进度条该动了。历史数据表明，您开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即将发生意外。停！这条不行，重来。导演，刚才那条不是挺好的吗？什么叫挺好的？我们要的是精品，每一帧都要能看。投资人的钱不是让咱们敷衍的。再来。 50万，3个月，我不能让任何人说这笔钱花的不值。等等，这画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江总，我怎么觉得这剧组拍的挺认真的？认真有什么用？烂片之王就是烂片之王，底子不行，投再多钱也是打水漂。可是他们换了专业设备，请了演技指导，连场景都从出租屋换到了影视基地。江总，后期制作我们找了业内顶级的团队，预算紧张，我自己不拿导演费，但效果一定对得起您的信任。江总，您脸色不太好。这种烂到必亏的项目，以后还是少碰为妙。周总，查到了，景行机械上周投了一个网络剧项目《绝命代码》。绝命代码？是的，这部剧众筹3个月只筹到3000块，导演张德发，业内人称烂片收割机，拍了3部网大，平均评分2.8，编剧是新人，主演是短视频网红，资金链3个月前就断了。这种项目他也敢投？投了50万。50万？是的，我们查过了，江景行投之前没有做任何背景调查，直接打款。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项目的风险，还是另有打算？周总，要不要帮我约他，就说我想聊聊这个项目。好的。江景行，你到底是太天真，还是在下一盘我看不懂的棋？喂，周总。江总，有空吗？我想请您喝杯咖啡。又找我了。有个项目想跟您聊聊。好。他要聊什么项目？宿主根据系统分析，周瑶此次约见与您投资的《绝命代码》相关。超级项目了，大概率是知道了，建议宿主做好心理准备，周瑶可能会提示风险。这项目本来就是要亏的。宿主，您确定吗？当然确定。周瑶要跟我聊什么项目？江总，久等了。没有，我也刚到。一杯拿铁，不加糖，谢谢。先看看这个，这是剧组的背景调查。导演张德发从业10年，拍了3部网大，平均评分2.8，业内人称烂片收割机。我知道，所以才投的呀。编剧是个新人，之前只写过2部短视频剧本。主演是从短视频平台拉来的网红，没有1部正经影视作品。还有，这个剧组的资金链在3个月前就断了，核心团队差点解散，众筹3个月，只筹到3000块。江总，这些信息您投之前知道吗？知道。您知道？知道。张导的烂片历史，资金链断裂，团队快散了，我都了解。那您还投了50万？因为我觉得必亏啊。这不是明摆着的烂项目吗？江总，我不是来干涉您的决策，但作为一个朋友，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您，这个项目的风险非常高。朋友？他什么时候把我当朋友了？50万投在一个必扑的项目上，我看不到任何回报的可能。你错了，我看到了亏损的可能。周总，谢谢您的提醒，但我有自己的判断。您的判断是什么？亏钱，我相信这个项目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意想不到的结果，好的那种还是坏的那种？到时候就知道了。他到底在想什么？这种项目怎么可能有好的结果？江总，我不明白。您盘下井型机械3个月扭亏为盈，掌心建食堂办透明工厂直播，每一步看起来都不按常理出牌，但结果都很好。那些都是意外。这次也是一样，一个必扑的项目，您投了50万，我很好奇，您的底气从哪里来？直觉。直觉？有时候相信自己的感觉比分析数据更管用。直觉？我不信。今天先到这里，我还有个会。周总慢走。江总，这部剧什么时候上线？应该快了。那我等着看结果。下次我请。周瑶特意来提醒我风险，他不知道我投的就是风险啊。宿主，您的心率刚才又变动了。闭嘴！本系统只是提醒您对周瑶的反应似乎超出了普通商业对手的范畴。他是来提醒我风险的，我当然要有反应。今晚8点，还有15分钟。宿主有个消息要告诉您。什么消息？绝命代码出结果了。应该已经凉了吧？亏损目标。但从第5天开始，口碑突然逆转，大量自来水涌入，好评刷屏。我也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每次想亏钱都能赚？怪了，以前那个天天乱花钱的老板好像变了。赵主任，这批货什么时候出？下午2点，安排好车。不对劲儿，肯定不对劲儿。赵主任，上个月的报销单已经批了，在抽屉里自己拿。林总监，忙吗？你说呢？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和报销无关的事儿，出门左转找郑顾问。是关于江总的。什么事儿？我发现老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发呆多了，总看手机，有时候盯着屏幕傻笑。不对，他没傻笑，就是那种表情，你也说不清楚他在想什么。老板的事儿，老板自己清楚。不对，我总觉得他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那个了？哪个？就是那个呀。赵主任，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去干活。林总监，我观察了这么多年人，老板这个状态80%是有情况。你可以出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啊，感情上的事儿就是不坦诚。有情况？什么情况？那个网剧的事儿，他也没跟我商量。赞助50万，这么大的决策，他居然没问我意见。以前他做任何亏钱决策，都会提前跟我打一声招呼。这次没有。这2天，他一条消息都没发过来。
到底想干什么？宿主，您已经盯着那通通话记录看了37次了。闭嘴！系统检测到您的情绪波动频率较过去3个月均值上升了43%，建议宿主进行深呼吸调节。我说闭嘴！周瑶，他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什么？我什么时候成联合出品人了？江总，后天下午有空吗？有个项目想聊聊。又来了。周总，您确定要合作？你觉得不应该？不是，只是景行机械体量不大，跟我们的体量差距明显。而且江景行这个人怎么了？他的操作看不懂，涨薪、建食堂、赞助烂剧组，每一步都不按常理出牌，但结果都很好。这种人很难预测，难预测才有意思。可是周总，我们之前一直在打压他，所以这次换个方式。联合开拓新市场，他出产能，我出渠道，双赢。您之前说过，绝对不和不可控的人合作，他已经不算不可控了。至少我想试试和他合作是什么感觉。合作？他不是一直想打压我吗？怎么突然要合作了？宿主周瑶的渠道资源在业内属于顶级，如果合作，景行机械的利润预计增长300%以上。合作只会让我赚更多钱，不行，得想办法拒绝。就是说，亏损进度会掉更多。正确。那更得拒绝了。他直接来了。姐。不请我坐，请坐。这是我拟的合作方案，您可以先看看。联合开拓新市场，我出产能，他出渠道，这条件太好了，他居然愿意让利30%。江总觉得怎么样？周总，您的条件很好。那您同意了？不行，合作只会让我赚更多钱，得找个理由拒绝。不过，江总有什么顾虑？随便找个借口，比如产能不足、人手不够、战略方向不同。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工具人，一颗螺丝钉，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存在。没有人会主动来找他谈合作，没有人会用这种认真的眼神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周瑶，他是第一个。拒绝他，随便找个借口很容易，但他看着他的眼神，让他怎么也说不出不字。我到底怎么了？宿主，您的心率在上升。闭嘴。可以的。您同意了？我说可以谈，具体条款还要再商量。好。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江总。对了，江总，谢谢您愿意听我说。我怎么就同意了？宿主，系统检测到一个异常情况。什么？您刚才的决策与亏损目标存在明显冲突。根据分析，这次合作将使景行机械利润增长300%以上，亏损进度预计下降12%。系统判断，宿主出现了非理性决策。请问宿主，您的决策逻辑是什么？逻辑？什么逻辑？我只是看着他的眼神，鬼使神差就说了可以谈。我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这是非理性决策，可是我不想后悔。
以本系统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逻辑。不用理解，你只是个系统。本季度公司员工总数从最初的47人扩展至目前的189人，增长超过300%。产能较去年同期提升240%，订单交付率达到98.7%，客户续约率从原来的31%提升至89%。怎么越来越好了？品牌覆盖范围已从区域市场扩展至全国，目前合作邀约已排至3个月后。郑大鹏，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必亏项目稳了。此外，上季度我们赞助的网络剧《绝命代码》带来了超过2000万次品牌曝光，预计转化订单金额在500万以上。500万以上。周瑶女士提出的合作方案，初步测算可带来30%以上的利润增长。利润增长，又是利润。林总监，老板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脸这么白？可能是累的。江总，我补充一点，我记录您平时那些经营理念整理的那本书，已经有出版社联系我们了，说要出正式版。这小子怎么还在写这种书？好，知道了。还有事吗？没有了。散会。老板，我真的尽力了。当初那个烂剧组，我真的以为是必扑的，谁知道他能逆袭呀？还有掌心、建食堂、透明工厂直播，每一招我都是按败家的标准来的，可结果……我知道，辛苦了。老板，您不怪我？怪你有什么用？结果都在这儿摆着。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可能天生就是个赚钱的命。老板这话说的，怎么听着像是在凡尔赛？江总，周总，您怎么来了？路过，顺便来跟你说一声，你那个合作方案我看完了，写的不错。谢谢。对了，下周一我会带团队过来谈细节。好。宿主，您盯着他的背影看了4秒。有病吧？数这个？系统只是提醒您，平时看任何人从未超过1秒。有吗？有。顺便一提，您的心率刚才上升了12%。闭嘴！宿主，恭喜您成功把进度条搞成负数了。负数？没错，从重生到现在，您的亏损进度从0%一路倒退到了负31%。所以我非但没亏钱，还在赚钱，赚了不少。按照这个速度，您离破产目标比刚重生那天还要远。员工翻了4倍，品牌覆盖全国，合作邀约排到3个月后，周瑶主动要来谈合作，我到底是在破产还是在创业？从结果来看是创业，从初心来看是悲惨失败。别说了，也许您根本就不是破产的料。我明明是想亏钱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周总，那就正式开始了。开始吧。老板终于有大动作了。你懂什么叫大动作吗？嘿，不懂，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周总您好，林小薇，财务总监。久仰，听说你一个人把江总的财务体系理得井井有条，过奖了。他们在聊什么？为什么我感觉气氛有点怪？那位是什么来头？周瑶，尧盛集团的老板的对手。对手？对啊，之前一直想打压咱们来着。看着不像对手啊。
啊？哪里不像？林小薇刚才和周瑶说了什么？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种微妙的气氛？宿主，您已经走神30秒了。闭嘴！会议内容要不要我帮您总结一下？不用。周总，今天辛苦了。江总，有件事想问你。请说。你团队里那个财务林小薇哪儿来的？原来厂里就有的。眼光不错，留住了她。谢谢。她很厉害，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林小薇的事？宿主，您又在原地站了3秒。闭嘴！老板，您这搞得跟地下街头似的。郑顾问，有个新任务。您说。合作期间，帮我找机会亏钱，但不能让周瑶看出来。老板，上次展会已经够险了，那次要不是林总监提前备了赠品，咱们就真翻车了。所以这次要更隐蔽。可是现在周瑶的团队天天在咱们公司，他那人精似的眼睛什么看不出来。这就是我请你的原因，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老板，我真的是败家顾问，不是潜伏顾问。加钱。多少？翻倍。成交。周总，渠道 A 的对接方面目前进度落后了2天，主要原因是对方联系人落后2天，是因为你跟进不力。我上周就说过，这个节点必须提前3天准备。是我不要给我解释过程，我只看结果。今天下班前补上，做不到就换人。周总，方案 B 的成本我们重新算了一遍，比预期多出了8%，建议8%是你的问题，不是方案的问题。重新算，按原预算走。可是实际操作中，我说了，按原预算。听不懂？江总，你这边有什么补充的吗？有一点。说。你对人可以稍微……怎么？没什么，回头再说。老板，刚才那个会，那位周总的管理风格跟您差别挺大的。是挺大的。你是对的，人不是机器。你对人可以稍微什么？数据很好，我建议趁热打铁，下个季度直接开第2条线，同时进入华南市场。又要扩。如果我们现在不动，竞争对手3个月内就会复制我们的模式，先发优势只有一次。江总的意思？我觉得不急。不急？上次会议你的团队已经提出过，现在的工作量已经接近饱和了。你那边有人连续加班2周，我这边老招的车间也刚扛完一次紧急排产，这个时候再铺新线，人撑不住。人的问题可以解决，招人、外包、分摊，办法很多。
招人需要时间，外包需要磨合。你把节奏拉到这么快，执行层的人是扛不住的。江总，商业机会不等人，错过这个窗口期，我们之前做的一切都会打折扣。我理解，但我不想用透支团队的方式去抢窗口。这不是透支，这是正常的商业节奏。江总，你团队的抗压能力我亲眼见过，老赵的车间连夜排产都能扛，林小薇一个人理得清10几条线的账。你不是没能力扩，你是不想扩。不是不想，是节奏不对。人不是机器，不能一直这样压着跑。商业就是这样，能跑的时候不跑，等别人追上来了，你再想跑就晚了。我不同意，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跑着做。江锦行，你是不是每次到关键节点就踩刹车？第一次我可以理解是谨慎，第二次我可以理解是风格，第三次我只能认为你在回避什么。我没有回避，我在保护我的团队。保护还是怕？今天先到这里。检测到合作项目利润预期上升，亏损进度4%。江总好。江总，午饭食堂新出了糖醋排骨，您尝过没？还没，等会儿去。这些机器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在转，不吵架，不生气，不需要别人道歉。老板，喝口水。老板，我干了这么多年，见过不少老板。有些人做老板是为了赚钱，有些人是为了面子，还有些人纯粹就是被推着走，走着走着就上了这条路。但有一种人不一样。什么人？有些人啊，天生就是要做事的，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做事本身让他踏实。这种人逃不掉的。行了，我去看看那边的进度，您慢慢站着。江总，我能坐这儿吗？坐吧。江总，我听说您和周总那边闹了点不愉快。你听谁说的？办公室里都传遍了，大家都在猜你俩是不是要拆伙。不会，意见不合而已。那就好，大家都挺喜欢现在这个状态的，有活干，工资准时发，食堂好吃，不想回到以前那种半死不活的日子。江总，其实您来了之后，厂里变化挺大的，以前大家都想跑，现在大家都想留。姐，上次我态度不好，我也说话太重了。继续谈。继续谈。扩张的事我不逼你，但我想知道你的顾虑到底是什么。我不是不想做大，是不想为了做大而做大。我想确保每一步都踩实了。
你知道吗？你是我合作过的人里面唯一一个会说“坦实”这个字。这不好吗？没说不好，只是少见。方案我回去调一版，节奏放慢一点，下周给你看。好。江总，出事了！什么事？联合项目的主供应商劲达材料今早发了函，单方面终止供货合同。什么？他们给的理由是产能调整，但我查了一下，他们上周刚签了另一家的独家协议。我们的冷轧钢板断供了，交货期呢？还有12天。按现有库存，冲压用的钢材最多撑3天的产量。3天。我已经在查备选供应商了，但信达的材料规格比较特殊，市面上能替代的不多。周总，信达材料毁约了，原材料断供，库存只够3天。知道了，我这边也联系了几家，短期内没有完全对标的供应商。完全对标不行，那近似规格的呢？有2、3家能供类似规格的钢板，但厚度和硬度有差异。你们的冲压线能适拼吗？我问一下老赵，给我1小时。这2家的钢板跟信达的不完全一样，厚度和硬度有差异。直接上冲压线的话，出来的铰链会有偏差。能调吗？能。冲压模具间隙得重新调，冲程参数也要跑一遍。正常流程2天，赶的话1天1夜。品质能保证吗？老板，我干了20年5金重压，换料调模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品质不会掉就是费人。那就干。王总，3天内到货，价格我可以多给5个点，但量必须保证。对，我现在就要确认函。再调一下模具间隙。好，走一遍。不行，边角不够利落，再调。行了，这批合格，品质没问题。确定？硬度、延展性、表面刚结度全部达标，可以量产了。好，全线开动，参数锁定，全线量产。你还没走？等你。谢谢。合作伙伴，应该的。你当初为什么要盘下这个厂？你真想听？问了就想听。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事儿。什么意思？之前的工作干了很多年，把命都搭进去了，到头来也没觉得自己做成了什么。后来有个机会，就试试呗。你做到了。不一样的是，你做到了。我见过很多老板，有钱的、有本事的、有背景的，但像你这样，员工愿意半夜3点跟着你干，车间主任拿你当自己人，连竞争对手都什么？总之，你做到了。快4点了。江锦行，
之前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嗯，现在我觉得不只是有意思。老板，新方案出来了，这次我找了个真正的坑，物流那边有个合同漏洞，只要我们……老板，不好吗？这个方案保守估计能亏。不用了，亏钱这件事儿，算了。老板，您说什么？你是说这个方案不用了，还是……都不用了。以后不用再帮我找亏钱的项目。老板，你想通了？郑顾问，辛苦你了，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当正经的战略顾问。老板，说实话，我早就觉得你不是真想亏钱的人。老板，做正经老板挺好的，适合你。阿婆，在。我不想亏了。检测到宿主已完成隐藏条件，真心经营。隐藏条件？宿主，这个系统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你破产的。什么意思啊？这个问题以后再回答你。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这边往这儿放。周总，江总，那个扩张方案我重新看了一遍，你是对的。我知道，明天来我这里，我们把细节过一遍。好。今天开个会，聊一下接下来的经营方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去！老板要发表重要讲话了。然后呢？然后就是把产品卖给更多人。老板，这个具体点的。具体就是，恭喜宿主正式转型为正经老板。转型第一天表现评分12分，满分100。闭嘴！江总，我来补充一下，他什么时候准备的？根据目前的订单量和产能，我建议下季度分3步走：第一，稳住现有客户；第二，拓展2到3个新行业客户；第三，优化生产成本。具体数据如下。看见没？这才叫开会。林总监永远是最靠谱的。我是不是多余了？不多余，您站在那里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吉祥物。以前我的目标是亏钱，不用操心这些。现在要正经干了，我好像什么都不懂。宿主，系统检测到您目前的商业知识水平约等于大一市场营销课期中考试不及格的程度。谢谢你的精准打击。不客气，建议宿主多听林小歪的话。另外，周游那边也可以学。宿主，您已经打字删除循环了4次了。闭嘴！建议直接发送，内容无所谓，重要的是发。他回的比您想象的快。江总，华庭建材的竞标下周截止，标书要您过目签字。这上面写的什么？报价方案、技术指标、交期承诺、售后条款。每个字我都认识，合在一起完全不懂啊！
小薇，报价这里我们报多少合适？我的建议是128万，利润率控制在18%，价格有竞争力，又不至于亏。那就128。但对方可能会压价，如果他们砍到110以下，你接不接？接。110以下，利润只有6%，覆盖不了模具损坏。那不接？不接就可能丢单。老赵，华庭建材那单，如果报价压到110万以下，我们的成本能不能再降一点？要看具体怎么降。如果批量大，模具分摊下来成本能省一些；但要是量不够大，硬压就是亏。那多大的量才够？至少5万件起。他们要多少？标书上写的3万件。老板，报高点没事儿，咱产品质量摆在那儿，不一定非得拼价格。江总，我帮您查了华庭建材的背景，他们之前的供应商是瑞丰五金，但上个月因为交期问题被踢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在他们采购经理的朋友圈看到的。你看他吐槽说再也不跟不守时间厂合作了。朋友圈？所以咱们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是交期。咱们交付率98.7%啊，江总，这才是杀手锏。你什么时候变成商业间谍了？不是间谍，是情报工作者。行了，你们3个比我懂，报价你们定，策略你们出，我负责签字就行了。报价要28不变，但在标书里重点突出交付率和售后响应速度。品质这块我写个承诺函，盖我的章，赵建国担保，不合格全额退款。我去搜集一下华庭那边采购经理的喜好，到时候做个有针对性的方案封面。恭喜宿主拥有了全自动经营团队，您的角色已从老板升级为盖章工具人。我到底是老板还是吉祥物？江总，您签字就行了，剩下的我们来。周总，忙吗？还好，刚忙完，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想问一下，上次说的扩张方案，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林小薇在对接，下周应该能出初稿。嗯，还有事吗？没了。没事打什么电话？你今天吃了吗？吃了，食堂的糖醋排骨。好吃吗？还行。你呢？还没。那你去吃啊。挂了。宿主，刚才那通电话时长1分47秒，有效信息量0，但您的心率在你今天吃了吗那句话之后上升了8%。系统分析，周瑶打这通电话的目的不是询问方案进度，那是什么？想听你说话，建议宿主下次主动打，不要总等对方。宿主脸部肌肉检测到微笑痕迹，截图已保存。你再截图我卸载你。宿主，您卸载不了我。早点吃，危机消息，现在不是时候。江总，有个人指名要见您，说是瑞昌资本的钱明远。瑞昌资本没听过。我查了一下，业内人称钱总，专门收购中小型制造企业，手法比较激进。激进是什么意思？低价入股，拿到话语权，然后换管理层，卖资产，套现离场。听起来不像好人。让他进来吧。江总，久仰大名，瑞昌资本钱明远。钱总好，请坐。江总年纪轻轻把景行机械做到这个规模，了不起。我们瑞昌一直在关注制造业的优质标的。标的？
他把我的厂当商品。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聊一个合作的可能性。瑞昌愿意以2000万入股景行机械，占股30%。钱总，我对融资暂时没有需求。江总，每个老板都说不需要，但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我现在的阶段不需要。江总，坦率说，景行机械目前的估值在6000万左右，我出2000万拿30%是溢价入股，这对您是好事儿。谢谢钱总的好意，但我暂时不考虑引入外部资本。江总，商场上机会只敲一次门，那我等下一次。江总考虑清楚，我的诚意是有实效。他怎么说？想入股30%，我拒了。拒得对，这种资本进来，3个月之内就会把管理层架空。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不会，这种人被拒了反而更来劲儿。第一次遇到这种对手，以前想亏钱的时候，巴不得有人来把公司拿。现在，宿主检测到一个名为钱明远的人物进入您的社交圈，我知道。系统评估此人对您的经营构成潜在威胁。另外，系统还检测到您刚才拒绝钱总时的语气比以前面对任何对手都坚定。因为现在这个厂是我的，真的是我的。恭喜宿主，您终于有了老板的自觉，虽然迟了点。忙吧，应该是忙。宿主，您今天查看聊天记录的频率较昨天上升了800%。有那么夸张吗？有准确数据是，您在过去4小时内打开与周瑶的对话框37次，建议宿主适当控制。别说了，这种行为在人类社交学中被称为上头。江总，您点的美式。谢了。小梁，你知道周瑶那边最近有什么事儿吗？我看新闻说尧盛集团最近有个大项目在推，挺忙的。怎么了？联系不上周总？没有，就随便问问。宿主，您现在的情绪状态焦虑指数上升，注意力我分散，没有焦虑，工作效率较昨日下降40%。您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敲击了73下，这是焦虑的典型表现。周瑶，你到底怎么了？这件事我得自己先处理干净。江总，钱总那边又有动作了。什么动作？他在接触我们的供应商。昨天迭达材料那边有人跟我说，瑞昌资本的人去拜访了他们的老板陈达，上次毁约的那家。对，我怀疑上次的毁约不一定是巧合。钱总从一开始就在布局。我查了一下瑞昌资本过去3年收购的企业，有个规律，他们在入股前都会先卡供应链或者搅乱目标公司的合作关系，逼对方估值下降，然后低价进场。所以他来找我谈入股，不是开始，是中间步骤。大概率是。他被您拒绝后，下一步很可能加大施压。怎么应对？供应链这块我已经在做备选方案了，不会再让他卡脖子。但如果他从其他方向下手，什么方向？比如
您的合作伙伴。你说的是周瑶？周瑶的公司尧盛集团最近不太平，什么意思？我做财务尽调的时候，注意到尧盛集团的股权结构有变动，有人在暗中增持股份，好像在串联董事会。谁在增持？还没查到具体是谁，但时间节点刚好和钱总接触我们是同一个时期。周瑶最近不回消息，取消碰头会，是因为这个？小薇，你能查到更多吗？我在查，但对方藏得很深，用了好几层壳公司。多久能查到？给我3天。江总，如果查出来真的跟钱总有关，您打算怎么办？帮他。好，3天后给您结果。宿主，您刚才删掉的那条消息，系统觉得其实可以发。现在不是时候。为什么？因为他没让我帮忙，在他开口之前，我得先帮他把路铺好。明白了。找到了，查清楚了。钱总通过3层壳公司星远投资、盛和控股，再到一家自然人持股的小基金，在过去2个月内增持了尧盛集团7%的股份。7%够干什么？尧盛集团股权分散，周瑶本人持股只有23%，钱总加上他串联的几个小股东已经凑到了接近20%。如果他们联合发起提案，可以在董事会上对周瑶形成压力。什么压力？逼他让出管理权，或者稀释他的股份。江总，您打算怎么办？去找他。直接去。他不肯说，我就自己送上门。小薇，谢谢。3天，你查了别人可能1个月都查不出来的东西。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麻烦转告周总，景行机械江景行有急事。周总今天的日程已经排满了，没有预约的话，他会见我的。周总说，请您直接上去，32楼。待会儿再说。什么急事？这个，你看看。你查的？我的财务总监查的，3层壳公司最后指向瑞昌资本。你不该管这件事儿。你不回我消息，取消碰头会，连电话都不接，我不管谁管。这是我公司内部的事，江总。钱总同时在搞我的供应链，上次盛达毁约，大概率也是他的手笔。这不只是你的事，就算跟你有关，你也不用跑到我办公室来。那你打算一个人扛到什么时候？我不想让你卷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很麻烦，处理不好会伤到很多人。我不想连累合作伙伴。我不怕被连累。江景行，你知不知道钱明远这个人的手段？他搞垮过6家企业，我现在能撑住，是因为他还没出全力。所以呢，你就这样一个人等着他出全力？我在想办法。想了多久了？你最近瘦了，黑眼圈也重了，你在硬扛。我习惯了一个人处理事情。我知道你习惯了，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坐吧，我跟你说说情况。
钱总的瑞昌资本通过壳公司在外面暗中收购了尧盛集团的散股，同时串联了公司里3个不满他的小股东，合计持股接近20%。他们准备在下个月的临时董事会上提议引入战略投资方，实际上就是逼他交出管理权，让钱总的人进来接管。他们的底牌是什么？说我把公司资源压注在单一合作方上，决策不透明。讽刺的是，他们口中的单一合作方就是你。所以我连累你了。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想找借口而已。就算没有你，他们也会找别的理由。好，那我们怎么打？我需要证明公司经营没有问题，订单、利润、合作方的信心。如果数据足够漂亮，那些摇摆的股东就不会跟钱总站一起。数据这块我能帮，联合项目的数据我让林小薇整理一份，利润增长、客户增量、产能证明全部拉出来。你愿意在董事会上替我背书？合作伙伴本来就该站在一起。我需要2天整理数据，联合项目的利润、交付率、客户反馈全部量化。够吗？够，数据不会说谎。老板，产能这块您放心，下个月的排产我已经排好了，开足马力没问题。如果需要现场参观证明实力，随时可以安排。好，还有周瑶那边的渠道资源，可以反过来帮我们加固供应链。他手里有备选供应商名单，比我们自己找的靠谱。互相兜底。对，他帮我稳供应链，我帮他稳董事会。宿主，他那句话没打完就发了。系统分析，对方在犹豫要不要说后半句。后半句是什么？系统无法预测，但根据上下文推断，大概率是好话。各位董事，今天召开临时会议，议题很简单。尧盛集团近期将大量资源压定在与一家中小型企业的合作上，风险过度集中，而且这个重大决策并未经过董事会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战略投资方，优化管理结构和决策流程。钱总说的对，经营确实需要用数据说话，那我就用数据回应。过去1个季度，尧盛集团与景行机械的联合项目，利润增长27%，客户新增14家，续约率92%，合作方景行机械的产能证明，交付率98.7%，品质投诉率为0。作为合作方代表，景行机械江景行江总今天也在场。江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各位董事好，我就说一点，景行机械和尧盛的合作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效率最高的项目。周总的渠道能力和执行力，在行业内无人能替代。如果管理层发生变动，这个合作项目的连续性无法保证。景行机械将重新评估合作关系。江总，这是尧盛的内部事务，合作方的利益直接相关，不算内部事务。江景行，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你站稳了，我的合作也稳了，是互相的。你明知道在董事会上替我说话，会得罪钱总。他已经得罪我了，我只是把话还给他。江景行，我欠你一顿饭。不是欠，你请我也行，我请你也行。那你请。行。什么时候？你定。下周6晚上，不谈工作。好。江景行，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句话，周总的渠道能力和执行力在行业内无人能替代。怎么了？你是随便说的，还是真这么想？真这么想。下周6别迟到。我什么时候迟到过？每次都提前20分钟到，跟迟到一样让人有压力。宿主，他笑了。我看见了。你也笑了。闭嘴。建议宿主下周6准备一下着装，您那条歪领带该换了。钱总，董事会的事儿已经结束了，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
周总别紧张，输了就是输了，我认。今天不是来翻旧账的。那是来做什么的？给你看个东西，就当是临走前的礼物。这是你那个合作伙伴江景行亲自花钱请人做的方案，目的很清楚，搞垮自己的公司。我就是好奇，一个花重金请人搞垮自家公司的人，突然跑来跟你合作，帮你打董事会，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渠道嘛，重要的不是我从哪儿来的，是它是不是真的。谢谢钱总的好意，我会自己判断。信任这东西，一旦裂了缝，可就很难补回来了。钱总想离间我们，这很明显。只有一个人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你从哪儿？是不是你写的？江景行花钱请你搞垮自己的公司？不是，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呀？周总，我跟你说实话，江总当初确实想让公司亏钱。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告诉我原因。所以那些败家操作、涨薪建食堂、赞助烂剧组都是故意的。是，但是后来他变了。大概2个多月前，他突然跟我说不用了。什么意思？他说亏钱这件事儿算了，让我别再找亏钱的项目了。从那之后，他是认真在做，跟你合作救你的供应链，在董事会上帮你，那些全是真的，没有一点是装的。他为什么突然不想亏了？如果要我猜，大概是因为他开始在乎这家公司了，也可能在乎某个人了。谢谢你的坦诚。周总，您不会因为这个就跟江总闹掰吧？不会怎样，我自己判断。老板，出事了！怎么了？周总，他找我了，他拿到了那份败家方案，就是我当时写的那个。他怎么拿到的？不知道，但他问我了，你是不是花钱请我搞垮公司的？你怎么说的？我说了实话。他什么反应？他没发火，就是很安静的听完，然后走了。知道了。宿主，您现在有2个选择，等他来找你质问，或者主动去找他。我得先想清楚，跟他说什么。小薇，你有空吗？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说吧，电话里你没说清楚。周瑶知道了一些事。什么事？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文件，郑大鹏以前帮我做的战略咨询方案。什么方案？我以前让郑大鹏帮我研究过，怎么让公司快速止损、收缩甚至关停的方案。你之前真想过关厂？有过一段时间，后来放弃了。但那份方案被人拿出来给了周瑶，他去找郑大鹏核实了，郑大鹏承认了。所以他现在以为你接近他是有别的目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他知道了我以前的想法，这是事实。他现在什么态度？不知道。郑大鹏说他听完就走了，没发火，也没说什么。那就还有余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我想去跟他说清楚。说清楚什么？江总，我问你，你打算跟他解释为什么以前想关厂吗？那个原因很复杂，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别解释，你能说的只有一件事。什么？你现在是什么想法？不是以前为什么那样做，是现在，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你的意思是，过去的事解释不清楚，也不需要解释清楚。他是聪明人，如果郑大鹏说的后来他变了，他信了，那他在意的就不是过去，是现在。所以你要告诉他的不是我为什么以前想亏钱，是我现在为什么不想了。我不太会说这种话。我知道，但有些话说不好也得说，说的笨一点也没关系。这是上个季度你做的所有决策的时间线和结果汇总。如果你说话他不信，这些数据能帮你证明，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认真的。谢谢。不用谢，去吧。小薇，你什么都看得最清楚。早点去，别让人家等太久。坐。你看过了？看过了，也核实过了。郑大鹏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你以前确实想过放弃这家公司，后来不想了。我想听你说。那份方案是真的，我以前确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好好经营，原因很复杂，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什么时候？从我开始认真对待这些人开始。老赵、林小薇、小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认真的跟着我干，我没办法装作看不见。还有你，你第一次来我们厂参观的时候，站在车间外面看了很久，后来在展会上跟我说你这厂运气好的反常。再后来，凌晨3点坐在台阶上问我为什么盘下这个厂。每一次你出现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态度，我配不配跟你站在一起？我不解释以前为什么那样做，但我想让你知道，现在的我是认真的，对这家公司是认真的，对你也是认真的。这是我做的每一个决定的时间线，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一步都是真心在做。你可以看。我不用看。郑大鹏说你变了的时候，我就信了。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那，你信了？江景行，如果我不信，今晚不会让你上来。你笑什么？松了一口气。这么紧张？你不知道我在楼下站了多久？我知道，我看见你了，站了10分钟才发消息。走吧，吃夜宵去，你欠我一顿饭。好。宿主，您今天早上的微笑频率较昨日上升了340%，不正常。您以前早上的标准表情是生无可恋。
老板，今天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您今天走路带风，还主动跟人打招呼。平时您从车间过，脸上写的都是别跟我说话。没什么，天气好。江总，我听说您和周总……你听说什么了？没什么，就是郑顾问说，郑大鹏那个大嘴巴。行了，别问了。看老板这表情，8成是真的。真的？我早看出来了。宿主，系统有一件事要通知您。说。您目前的财富模式预备解锁状态已持续一段时间，系统即将进入最终结算阶段。什么意思？意思是我陪您的时间快到头了。你要走了？快了，但不是今天。这个欠揍的系统还真有走的一天。宿主，别露出那种表情，我又没死，只是要退场而已。谁舍不得你了？您的心率，说了实话。宿主，我有些话该跟你说了。说。关于这个系统的真相，破产激活系统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你破产的。什么意思？亏损达标及激活奖励结算这个任务是假的。假的？准确的说，是个伪命题。系统设计的真正考核条件，从第一天起就只有一个：不为外力改变初心。所以从一开始，系统要考核的就不是你能不能亏钱，是你能不能在拥有亏钱的借口时，依然选择做对的事。宿主，前世你拼命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活着，这辈子你躲着是因为不敢再拼。但你发现了没有？当一个人开始真心对待别人，世界就会用力把他推向本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亏钱，结果赚了；你想躺平，结果当了老板；你想逃，结果被一群人拽住了。这就是系统真正想让你明白的事。那反向定律呢？我每次想亏钱都会赚，这也是你设计的？不，那是你自己做到的。你以为你在败家，但你每一步都在善待人、讲信用、做实事。这些东西本来就会带来回报，系统只是没有阻止。所以进度条一直在倒退。因为你一直在赚钱，系统只是如实记录。至于你为什么赚，不是系统的功劳，是你的。那奖励结算呢？已经兑现了。什么时候？从你说我不想亏了的那一刻起。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不算骗，算计价。如果我第一天就告诉你去好好经营一家公司，你会做吗？不会。所以你需要一个不是为了赚钱的理由才能开始做事。系统给了你这个理由，剩下的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路。你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等我走的时候再告诉你。你还在？还在，但快了。还有多久？大概今天结束之前。宿主，您今天看我的频率比看周瑶的聊天记录还高。闭嘴！我要走了，您才在乎我，早干嘛去了？我没有在乎你，我在看时间。哼，骗人！阿婆，在。你到底是什么？我是一段程序，被写出来是为了陪一个不敢认真活的人走一段路。谁写的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我了。如果我说我还需要呢？宿主，你身边有老赵，有林小薇，有郑大鹏，有小梁，有周瑶，你不缺一个在你脑子里吐槽的 AI。但少了你，少了我，你会更安静。安静一点也挺好的。宿主，最后说几句。说。第一，你的领带还是歪的，
第二，周瑶比你想象的更在乎你，别让人家等。第三，你是个好老板，虽然我从来没夸过你。谢谢你。谢什么？我只是个系统。林总监，给您的，放着吧。总监，江总和周总的事儿，您知道了吧？知道了。您觉得？觉得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江总运气真好。林总监，周总，小薇，下午那个报告已经发您邮箱了。行。还没走？快了，还有2份表没签。小薇，这段时间谢谢你。谢什么？很多事儿，帮我查钱总，帮我理清楚该跟周瑶说什么。每次我搞不定的事儿，你都在兜底，从第一天起就是。你是我这家公司里最不可或缺的人。江总，我跟你说件事儿。你说。下个月有家上市公司找我，给了财务副总裁的位子。你要走？不是要走，是在考虑。这家公司现在不缺我了，你有老赵盯生产，有小梁做品牌，有周总帮你看方向，财务这块我带出来的团队接得住。是。江总，我想去做一些新的事了。是因为？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到时候了。我还没决定，等我想好了告诉你。好，不管你去哪儿，你永远是锦航机械最好的财务总监。知道了。明天的季度报告我会准时交。晚安，江总。晚安。老板，这么早啊？睡不着，来转转。行，那帮我看着那台3号机，今天要调一下参数。好。江总，亏损之道终于出样书了，出版社说下个月上架。你真出了？出了，第1本就送您。等等，这书里有没有写我？有，第7章，史上最失败的败家顾问。你给我把那章删了。来不及了，已经印了。今天没空出去，凑合一下。好。江建新，你有没有后悔过盘下这家厂？以前后悔过，现在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老板，明天见。江总，拜拜。明天见。明
明天见。不想再拼命了，亏损达标即可激活奖励结算。结果我比前世更努力了，但这一次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这些人。到家了，明天见。明天见。